在韩国的这些戏里面，李世民有点像这个格格巫。这格格巫是干嘛？就是每天老想弄这蓝精灵，然后每回被蓝精灵弄得自己灰头土脸。然后基本上李世民在韩国就是那形象，他确实夸大的很厉害，讲渊盖素恩怎么一箭把李世民射瞎了。然后在另外的戏里，李世民又被捅了一刀肚子上，开膛破肚了。然后李世民在各种各样的那个戏里就是侵略者吧，所以金日成一直活到1994年。金日成是亲眼目睹了社会主义红遍半个地球，然后亲眼目睹了在朝鲜战场上两个大阵营对决，然后亲眼目睹了社会主义蒸蒸日上，亲眼目睹了社会主义在东欧在苏联完蛋，亲眼目睹了中国最后跟美国建交了，亲眼目睹了中国跟韩国建交了。讲一讲韩国的历史，其实严格上来说叫韩国的历史就不太好，因为这个国家1897年才叫韩国，就离现在才100多年，所以非要说讲韩国的历史，那就只有100多年。可是呢，真正你要说讲朝鲜的历史呢，韩国同学又不太高兴，因为其实你就应该说咱们讲讲朝鲜的历史啊，因为很久很久就叫朝鲜了，之前又叫过新罗、高句丽等等，啊，但是由于现在这朝鲜这名字呢，变成另外一个符号，所以韩国的同学一说朝鲜历史就有点抵触，咱就叫朝鲜半岛历史，这样双方北朝鲜的同志们，那韩国的同学们也都没意见了。其实朝鲜半岛历史几分钟就讲完了，就特别简单，相当于中国历史的超级简化版，就是三国三朝就完事儿了。啊，以前咱们讲日本历史时候说过啊，日本历史相当于中国历史的一个循环。啊，中国自己的历史是把这一套东西循环了3回，朝鲜半岛历史那就只能说就是玩了半回，就是中间好多东西都没玩出来，所以我就把古代的历史讲点咱们觉得有意思的点啊。我在韩国和一个非常著名的大学教授、历史教授，聊了一晚上天啊。这位大教授现在一个很大的工程，就中日韩一起。这个编辑东亚史，就大家说，咱也别各自说各自牛逼了，啊，不然以前分着编，啊，现在这个中日韩3国的历史学家们一起来做这个东亚史的时候，这位大教授他就是代表韩国的，啊，所以他的态度还比较的公正，啊，甚至说稍微有一点亲中吧，那也可能是因为韩国人讲礼貌，因为我在这跟他聊天，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韩国历史上你觉得有些什么特别关键的时刻？啊，对这个国家的塑造，对这个国家的发展，对这个国家的存亡，有最关键的影响。他说差不多就是4回吧。我说都哪4个呀？他就说了这4个。他说完了我都乐了。我说这听着就是中国的历史，这4个咱们几乎都已经讲过了，在之前。这4里我先说一下啊。首先是新罗统一，这是最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因为这个每一个国家都说我们是一个国家，我们再分裂也要统一，那总得有个依据吧？为什么你是一个国家？在新罗统一之前，朝鲜半岛它不是一个国家，它是3个国家，而且很长很长时间的3个国家。这朝鲜半岛历史是一个龟速的历史，就特别慢。就是你看中国历史，如果是唰唰唰唰唰，是快动作的那种历史。一会儿改朝换代了，一会儿打仗了，一会儿这各种思想、各种这个乱七八糟全来，日本历史就应该是一正常动作的历史，朝鲜半岛历史就是一慢动作历史，就所有的事都发生的特别慢，然后延绵的时间很长。就你看朝鲜半岛历史跟看中国历史，你把时间轴往一起一对的话，你会发现，它100年、200年对他来说简直就不是个历史，因为就没什么变化。然后它的历史通常都以600年，以上甚至来断这个东西所以前面好几百年三国时代跟我们的三国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三国是分裂的三国，原来是一汉朝是一大一统国家，后来分裂成这个仨国家，所以这仨国家各自都说我是正统，这个奉着汉献帝说我这是正统当然了后来篡了这个刘备这始终就叫汉，虽然咱们管它叫蜀汉，他就管自己叫汉孙权这也是后来慢慢的独立起来了自己当了皇帝但是呢大家内心深处都知道这个东西是一定会统一的，只不过一开始大家都匡扶汉室，说统一在汉下面，最后说那咱们到底是曹统一还是孙统一最后谁也没统一了，最后变成司马统一是这么一个三国。朝鲜半岛这三国呢
是没有一个从头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当然了，这很久远的传说，什么吉子朝鲜啦，这那的，我觉得那种东西都不能当做信史来说。就像我们说三皇五帝啊，我们说神农氏啦，我们说皇帝啦，啊尧舜禹啦，那你说这东西能当信史来讲吗？也挺难。啊，这个也没有明确的记载，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证明。但是所有的传说，说明我们向往一个仁政的、道德的、自由的，就是从三皇五帝开始的那个平和的天堂一样的国家。这个吉子朝鲜的说法，其实有一个他们内心深处非常深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从华夏来的。啊，吉子嘛，那只是华夏战乱了啊，这个不愿意试新朝，我就逃亡到这里。尤其在他们上层社会啊，始终说，哎，你看我们是中华的一部分，我们是小中华啊，所以才有那些传说啊。那真正的说，哎，都有记载的啊，非常明确记载的，尤其是中国历史。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写历史的民族，大事小事都给他记下来。世界最早的设史官的就是中国，这个历朝历代都有史官记。啊，所以中国历史能印证，然后日本那边也能印证啊，就是这自然形成了这三国，啊，其中有一国呢叫高句丽。我看中韩网友在前些年在网上两边掐的，这个一塌糊涂，就是说，到底这高句丽历史算中国历史还是算朝鲜半岛历史？啊，这个当然了，其实不光网友，中国那时候还有一部分历史学家也认为，高句丽的历史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啊，也确实，当时还有一些大课题，就研究东北的历史，研究高句丽的历史等等。今天的这个国的概念是很晚才诞生的，啊，所以你很难说以今天的国的概念去争抢过去古代的事情，啊，如果你这么去抢的话，那这世界上事儿就说不清楚了，啊，那你说这意大利人怎么聊天啊？意大利人说你们全是我的，因为我罗马帝国曾经啊环地中海都是我的，地中海是我内湖。蒙古人也那更没法聊了，蒙古人说那全是我的，从多瑙河开始一直到东海之滨全是我的。只能说在古代的时候啊，它是那样的一个国家。高句丽的前期啊，确实两个重要的首都啊，很长时间是在辽宁，在吉林吉安啊，今天也确实能挖出来很多东西，他们原来的陵啊，他们的这个那个呀。但后期呢，就是首都搬到平壤去了，那也是因为它开疆拓土嘛。高句丽后来成了一个东北亚很大的一个国家，它横跨了中朝两国啊，到今天为止，你说它到底是算哪国的呢？我觉得这事儿最好是不要争啊。中华两国历史学家现在已经都达成了这种默契，就是我们不要争它属于今天的哪国了啊。除了有一些政治野心家以外啊，这个政治野心家当然是可以说为了要点领土，他说哎，这个很久很久以前这就是我们的啊，也确实有那样的激进的分子啊，也确实出现过这种啊韩国的运动员，然后这个走上领奖台的时候突然间，而且都是小姑娘，这个我发现这个每个国家小姑娘现在都很激进，比男的还爱国啊，于是哗举出一个白头山是我们的啊，白头山就是长白山了。啊，它的依据其实也就是说高句丽时代，那都是你们的啊。地理上咱就不说了啊，历史上咱没法说这事儿。这个，但是从文化上讲，高句丽的历史在文化上始终都是朝鲜半岛的历史，而不是我们的历史。因为我们的历史是怎么讲呢？是隋炀帝这个三征高句丽啊，这个征发100万的军队啊，然后修大运河了。隋朝灭亡就跟征伐高句丽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咱们的历史，咱们的舞台上在唱戏，唱的是隋唐那些英雄，啊，李世民征高句丽，薛仁贵啊，什么什么都是征高句丽的。苏定方也是啊，不但远征高句丽啊，因为当时百济啊、高句丽啊，大家一起联合起来打新罗，新罗跟唐朝永远是最好嘛。啊，虽然其中也打过仗，但是主要的新罗跟唐朝好，所以唐朝帮新罗打，不但打，而且苏定方率军灭了百济国，把百济国王都给抓回去了，而且在那儿立了一个碑。啊，这个碑现在还在韩国，而且是韩国的国宝。苏定方在这个唐史里有一句记载，写的我觉得好光荣，叫“定方前后灭3国，皆擒其主而归”，就是这苏定方替唐朝灭过3国，然后每个国家都把人国王给抓回来了。所以这个大名将薛仁贵、苏定方都是因为打朝鲜。啊，当然这俩人最后结局挺不一样的，在最后说的结局就在历史结局里啊，在戏剧舞台上这俩人都常客，但是薛仁贵在戏剧舞台上都是那种特正面的角色，啊，这个苏定方在戏剧舞台上永远是一大反面角色，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可能是因为这样的，
这个苏定方原来是这个窦建德的人，大家看过《隋唐演义》啊，窦建德是李世民的大强敌，但是窦建德深得民心，窦建德这个人是很好的一个人，但是他最后判了窦建德。民间嘛，原来有一套民间的道德标准，就是说你是个叛将，你背叛了你的主公这个窦建德，你跟了李世民，虽然最后你灭三国，然后等等等等，但也不能赎回原来你不忠的这个罪过。所以苏定方在戏舞台上一直都一个大白脸，一大反面。咱们可从来没有把高句丽的英雄当成咱们的英雄啊，在咱们的舞台上唱戏，在咱们的电影里出现，说这是我们中国过去的英雄啊。但是高句丽的英雄在朝鲜半岛，甭管是韩国还是朝鲜，那都是人家民族的民族英雄啊，始终在人家的戏剧舞台上啊，到今天还在韩国的韩剧里啊、电影里。这个大概没多少年前吧，有一著名的韩剧，咱们被中国网友嘲笑的一塌糊涂。他确实夸大的很厉害，就叫渊盖苏文讲渊盖苏文怎么一箭把李世民射下了，然后在另外的戏里，李世民又被捅了一刀肚子上，开膛破肚了。然后李世民在各种各样的那个戏里就是侵略者吧。在韩国的这些戏里面，戏剧舞台上以及这个电视屏幕里，李世民有点像这个格格巫。这格格巫是干嘛？就是每天老想弄这蓝精灵，然后每回被蓝精灵弄得自己灰头土脸，然后基本上李世民在韩国就是那形象，所以你说渊盖苏文当然就是人家的民族英雄了。那你说这高句丽的大将，这怎么算？那能算咱们中华民族的吗？不能算吧。这听这名字也不像中华民族，在咱们的很多历史就管叫盖苏文了，就是姓盖了。另外一位大民族英雄比这渊盖苏文在韩国还火，叫广开土大王广开土大王也是高句丽的一个著名的王吧，因为在他的统治下，高句丽开疆拓土，所以叫广开土大王。当然咱们中国历史里管他叫另一名字咱就不管了，但是咱也没把人当成一个正经的大人物来纪念。但是人家韩国是路有广开土大王路，以之文德路，然后军舰的名字也叫广开土大王级，这一级都叫广开土大王，然后这个以之文德等等。以之文德是隋朝远征的时候打败了隋朝100万大军的将军，那在人朝鲜历史里那就是人家的民族英雄嘛就是人家的岳飞就是人家的关公就是人家的各种各样的你能想出来的我们中国的这些大英雄所以说你今天拿出什么国际法来聊，我觉得那都另说。但是无论如何高句丽的英雄们，高句丽的传说们高句丽的这些战功等等，是在人家那个民族的心里是至高无上的，是人家民族的东西就像咱们之前讲的，人家也没真的拿孔子当人家的，那都是咱们讹传，他妖魔化人韩国人才说。首尔也没有孔子路人家没拿孔子命名人家的军舰人家一艘重要军舰叫王建号一堆中国网友就不干了，说你怎么拿我们中国人名字命名这你们的军舰？王建同志这王建是高丽朝的开国第一个王，而且是之前新罗的大将，那人家名字就叫王建。那你说咱这中韩两国人的名字，你说怎么辨别得出来？你也没法辨别出来。你说李世石，如果他不是一韩国围九段，他是你身边一同事，你也不会认为李世石同志是一个外国人。所以我觉得高句丽的历史今天以我的观点看，那就是人家朝鲜半岛历史吧。所以高句丽是一个大的很大很大一家伙，但是这大家伙呢比较倒霉虽然它大，但是它正好在中国的身边，而且它都到辽宁了，你想那就在中国眼皮底下于是就隋也打，是唐也打，然后唐朝大将薛仁贵的主要的功绩就是征伐高句丽，唐朝最后一直打到平壤去了然后这个高句丽给打残了这个设了安东都护府，这个咱们在历史里好像主要讲安西都护府，因为安西都护府对整个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以及我们的英雄这个都在安西都护府那条路上，所以安东都护府咱就没怎么讲，因为咱也确实没怎么把朝鲜这块地儿当成一个真正自己的地儿去怎么经营它、统治它，包括汉朝也设了几个郡也设到朝鲜半岛北部了，就像我们也设了几个郡到交趾去了，到越南去了。但是那些这么遥远的这个设到朝鲜去的郡，设到越南去的郡，说实在的，就在地图上画一个，说那有个郡，也没有真正的像我们自己的这些中原的郡县一样，真正的有特别有效的统治，所以安东都护府也就没有多久，最终这个三国呢是被新罗统一了。
啊，新罗统一的时候，咱们之前讲日本的时候详细讲过，就是中日白江口战役，啊，这我就不多讲了，因为咱们讲过了啊。但是说第一次转折点，就跟中国跟日本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朝鲜第一次统一的时候，啊，这个中日都参与了啊，所以朝鲜这个历史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比较倒霉的历史，就身边这2位中日无时无刻不在参与着他的历史，啊，所以第一个转折点，新罗统一。然后我又问他，我说那第二个这个关键的时刻在哪儿呢？这一下哗，无数个百年就过去了啊！这新罗之后，就变成了高丽啊。这个新罗变高丽和高丽变朝鲜，完全就是中国的一个小小故事，就叫大将归朝，黄袍加身，就跟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郭威，咱们之前讲的这个禅让制的时候是一模一样，啊，所以没什么好讲的，就是一个大将啊，这个新罗大将名叫王建。啊，王建权倾朝野，王建出征，王建黄袍加身，王建建立了高丽，啊，就王氏高丽啊，这个高句丽的时候可以叫高氏高句丽，所以这高氏啊，这个还曾经跑那儿去比划过2下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个高丽虽然后来在唐朝的史书里很多时候就管它叫高丽了，但是这俩高丽是不一样的啊。三国时代那叫高句丽，那是一特大的国家，啊，高丽是这个篡了新罗的这么一个王朝。啊，这个绵延很多年啊，中间乏善可陈，所以那位韩国历史学家说，第二个这个历史转折点啊，就是壬辰倭乱，啊，壬辰倭乱啊，其实在中国就叫万历3大征中间的一个啊。这高丽实际上是亡了元朝的重要的罪魁祸首，或者说这朝鲜半岛历史跟我们的历史在这段开始结合的特别紧密。这元朝亡。一个重要的因素，当然大家可以讲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啊，元朝后来这个蒙古帝国又怎么着了啊，这外族统治中国怎么着，反正原蒙古咱们讲过很多了啊，但是其实总得有导火索吧，啊，总得有个坏女人吧，然后还有一个坏太监，这不是这标准的中国历史吗？啊，这元朝的坏女人咱倒是没讲过，啊，这元朝的坏女人就是一高丽人，啊，这样小姑娘叫齐洛，啊，这听这名字也挺有意思。啊，这太监呢，名字叫朴布花，大家一听，哟，朴布花，这行了，这高丽人，这哥们儿7岁就被净了身，啊，这个送到了这个元朝的宫廷里，然后你想小年纪净了身，又穷，在里边又孤单又想家，哎，发现跟他同时进宫的一小姑娘，也是高丽的人，这俩人你想，这个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这真的故事啊。俩人说着家乡话，说着朝鲜话，然后俩人就一起成长，相依为命。小姑娘丫鬟啊，负责干点这种杂活，这个小太监也是负责干各种特别底层的杂活。你像，本来他们就是这个不受待见的民族，在元朝大家说不管真的假的吧，说你看这个蒙古人第1位，色目人第2位，啊，汉人第3位，南人第4位，这高丽人你说这算什么呀？啊，所以在里边地位也很低。啊，结果呢，长着，这齐洛小姑娘长得非常的漂亮啊，长得跟今天这个整过容的这个大明星一样，于是就被这个太子看上了，啊，这位太子就是后来这亡国之君，就是后来的元顺帝吧，啊，太子看上了这齐洛，于是太子就把他给娶了，娶了以后非常宠幸他，结果这一来二去，太子一继位，这个他居然当了齐皇后啊，当然是第2皇后啊，第1大皇后肯定是蒙古人，这不用说的，啊，但是她当了2皇后，而且是最被宠幸的那皇后，啊，而且还生了太子，这个权力可就太大了。这齐皇后，你想远离故乡，身边最亲的人就是这青梅竹马这朴布花，但是这个没法演绎成爱情啊，因为朴布花确实7岁给那个净了身，所以这俩人应该没有那种爱情吧，但是感情是很深的。所以齐皇后权力一大，说朴布花你赶紧你升你官，最后一直升到权倾朝野的大太监啊。这元顺帝正好又爱玩，所以元顺帝也不太管事儿，后来就说哎呀你去管吧，反正我老婆也信任你，所以朴布花后来就远远近近连蒙古的王公贵族都得冲朴布花来行贿，因为他在这宫里权力太大。啊，宰相也听他的，大将也听他的，这个陷害忠良啊，这套东西我就不用讲了。反正在中国这都是自动定式，就是只要出现太监和皇后，那马上就是陷害忠良啊，贪污腐败啊，反正这一套东西是跑不了的啊。正好这个时候元顺帝时代，大家想想这个，南方各方面的同志们都干起来了，正是帝国危亡的时候，结果这俩高丽的人。
把持朝政。当然了，终究还是会被汉人推翻的。但是这导火索确实是这俩高丽人。最后等元顺帝醒过面来的时候，也已经来不及了。这朴不花已经准备让太子登基了，但是最后还是被杀了啊。元顺帝，但是最后就跑了，回到北元去了。明朝和朝鲜的感情，从头开始，我觉得叫共始终，就是始是一块始的，这个元朝灭了，高丽也灭了啊。于是明朝有了，朝鲜也有了，朝鲜就比明朝晚了那么一点点。这个李成桂还是高丽大将的时候，就曾经率领骑兵，这个突袭北元。北元也够倒霉的，在北京城里就被你们俩高丽人给我弄跑了。等跑回北元去，又被你们高丽大将李成桂又派骑兵追，这墙倒众人推，连朝鲜都能弄我一下，而且还打赢了。一直赢到什么程度？一直赢到辽宁境内的蒙古王公直接就向李成桂投降了。蒙古帝国已经弱成这样了。你像李成桂有这种战功得胜回朝，像这种权倾朝野的大将就不用说了黄袍加身。这个朝鲜打赢仗其实不是很多，所以他的民族英雄对他们来说简直太重要。这韩国再怎么说，这个民族还叫朝鲜民族吧？但是在英文里，始终管这民族叫高丽。大家想想，这英文管朝鲜叫什么呀？叫 Korea。这 Korea 当然朝鲜人自己念就是 Korea， 就是那很多民族发不出 re 这个音呢，当然就念 Korea， 其实就是高丽所以从高丽时代它就叫 Korea 了 ，Korea 到现在管朝鲜还叫 Korea，朝鲜在英文里是叫 Chosen。那今天你去首尔看，也有大酒店叫 Chosen， 也有这个那个所以这个民族还叫朝鲜，不光是北边那政权叫朝鲜于是朱元璋这个当了皇帝之后，这李成桂也当了国王。当了国王以后，心里对中华上国当然是一直非常敬仰连国名都派人到朱元璋那儿说，我有2个国名您给定一个呢就叫朝鲜从吉子朝鲜开始嘛，这是我们这个自古以来的这个民族的一个重要的名字就像日本的什么大和也好，什么也好，反正他们自古以来就有这名字第二一个就是叫和宁和宁就是李成桂他爸的封地听起来就像个年号那种。朱元璋就看朝鲜，说这个名字挺好，这自古叫朝鲜，应该是朱元璋旁边的人跟他讲的，因为朱元璋一开始是不识字的文盲朱重八时代是文盲后来从军了以后学了点小文化，但是大家看看他批的那奏折都特别有意思，几乎相当于半文盲，所以让他挑什么他也看不出来。总而言之，朱元璋拿大笔一圈，说你就叫朝鲜吧于是李成桂就叫了朝鲜叫李氏朝鲜李氏朝鲜跟明朝的感情那是太深太深其中就包括壬辰倭乱。那时候明朝已经到万历年间了正好日本的战国时代又结束了。你看这仨国家，其实这历史一块写是挺有意思的，就大家轮番来日本这个我天，这个织田信长，什么德川家康，丰臣秀吉这时候来了，丰臣秀吉就入侵了朝鲜那中国当然了，作为他的这个宗主国出兵，然后这打了2次，这个中间还隔了几年，这咱们已经特别详细的讲日本人讲过了。韩国现在最大的英雄李舜臣，就是这个壬辰倭乱的时候，大海战中间击败了日本丰臣秀吉的海军，他自己也牺牲了殉国了，所以李舜臣是今天韩国的一说就是最大的大英雄那之后打胜仗的英雄好像就没有了。但李舜臣打这个胜仗是跟咱们明朝的军队是有重大的关系咱们之前细的讲过，这个明朝有大炮，这个日本军队有火枪，然后两边怎么玩怎么打韩国历史教授跟我说这是我们韩国第2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我们打败了日本这个我们壬辰倭乱。说同时呢就在这一朝还有一件事对我们韩国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就是世宗大王。世宗大王是韩国历史上最被敬仰的国王，因为他发明了今天韩国的文字，那时候叫谚文谚这字的意思你看看，其实就是民间的意思管知识分子说叫成语，管民间说的话叫谚语。那时候知识分子全都用汉语写字也用汉语，说话也用汉语。但是韩国民间，就朝鲜半岛民间是存在着一种民间的语言的，所以世宗大王第一次把这个民间的语言用很聪明的拼音的方式给变成了一种注音文字而且在他的时代已经开始掺和进汉语里去了。所以你看世宗大王之后的韩国的文书里，当然最正式的还是都用汉语但是有很多的东西已经开始夹杂着一些不认识的这圈圈点点圆圆的
啊，这玩意儿其实就是拼音，它那个拼音跟西方那个字母拼音不一样，它跟满语、跟蒙语这种拼音是很像的啊，就是这块读一个音啊，那块是另一个读音，这两块拼起来啊就是一个音啊，基本上就变成了一种拼音语言啊。当然了，这种拼音语言其实跟汉语是一直共存了很多年。朝鲜半岛的上流社会叫士族大家啊，他们叫两班啊，两班的意思就是说，国王一上朝啊，文官站这边一班啊，这个武官站这边一班，所以两班那意思就是朝廷就是你们的啊，所以这两班是非常非常抵触的。所以世宗大王为什么今天的韩国觉得他那么伟大？因为每一个民族最终都会觉醒嘛。所以我觉醒说，我不是你的一部分，我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啊。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历史等等等等。这个事儿那天晚上我跟这位韩国大学者发生了一个长时间的辩论，就是从一种很高级的语言，这种语言是既能表音也能表意，叫所谓的几大文明。为什么从这儿来的呢？为什么这几大文明里没有希腊文明呢？就是这几大文明最重要的是，它都发明了最高级的这种文字，就是既能表音又能表意，那总比只能表音的强吧？那所以这两河流域的文明啊，是诞生了那种同时能表音表意的文字，就传到希腊，什么表意这部分给丢了啊，只剩这些字母表音了，然后才有了拉丁语，才有了今天全世界的以拉丁语为基础的这些拼音的语言，都是从这儿来的。但是你丢失了表意的时候，其实这个文字的信息量也好，这个文字的曾经能达到的高度也好，其实我认为啊是受了很大的损失的。我们6亿造字啊，我们形声会意等等，有各种各样的造字方法啊，变成了一个只能拼音的，而且拼出来有很多音是一样的啊。大家知道拼音文字可太简单了，因为它拼出来的发音是有大量的歧义。我说那你们就纯用韩语拼音的时候，俩地名的发音一模一样啊，这俩人名发音一模一样，你怎么办？他说那我们没办法，我们就靠上下文去理解啊。那当然了，英文里也有这问题，那英文里有大量的词其实单独说出来这个词是发音是几乎是一样的，或者说就是一样的吧，但是它也得靠词的变革，然后变体，这个后面加后缀，前面加前缀，然后在上下文里头这么去理解。我说那是不是这个有这个原因啊，导致韩国没有伟大的作家啊？虽然他们自己声称自己是有伟大作家的，他们说他们的《春香传》跟中国的《红楼梦》和日本的《源氏物语》并称东亚3大最伟大著作。当然了，中国网友肯定会哈哈大笑，我心里也觉得，我虽然没有那么民族主义，也不激进，但是我至少是一个热爱艺术的人。我当然也不认为《源氏物语》能和《红楼梦》比肩啊。这《源氏物语》大家如果去看过的话，开头其实还有点意思，后来我觉得跟《红楼梦》还是不能比。那也可能是因为翻译的原因吧。后来他说了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是。我承认这个中国的汉字确实博大精深啊，蕴含着哲学在里面。当然是我们自己认为的哲学啊，这个中国的哲学在西方的哲学体系里一直不认为我们这是哲学，一直认为我们是政治理论。所以除了极少数的国家把中国的这个哲学放在人家大学的哲学系里教以外，绝大部分西方国家，美国、英国等等，都把中国哲学放在东亚系里面教。美国可能只有夏威夷大学，我听说是把中国哲学，是儒家、道家放在哲学系里讲。夏威夷可能离中国近，在大海中间，就他们认为这不是哲学，这个儒家只是一种政治理念，而不是根本性的这种哲学。啊，道家其实也是一种政治理念，诸子百家其实都是治国、平天下、管理等等，是这么一学问，而不是真正的根本性有体系的完全去解决最根本的问题的哲学，所以都放在东亚系里教。啊，这个总而言之，汉字里蕴含着，你管它叫哲学也好，管它叫道也好，它蕴含着很多深邃的东西。你把它变成拼音文字了，这东西就都没了。但是他说，可是韩国因此文盲率是最低的。啊，比中国、日本都低得多。中国这文字这么复杂，虽然你说6亿造字，又能形声又能会意，但是确实比较难。这个今天外国人来学中文也比较难，导致中国文盲率一直非常高，保持了90%好几。啊，日本是一半一半，这个也用汉字，也用这个他们的自己的片假名、什么平假名，
啊，这袁术语就不是用汉字写的，因为据说他们那时候女的不能用汉字，袁术语是女人写的，就只能用他们自己那个。但是一半一半可能好一点。说你看我们韩国就如果拼音之后，我们任何东西，我耳朵听见的声音，我就能拿拼音写下来。啊，他说你看我儿子现在学英文多快。我儿子就跟我说咱们韩国的这个语言文字简直太先进了。他说因为我听见法语，我也能拿韩国拼音写下来。我听见英文，我也能拿韩国拼音写下来。我还跟他那个开玩笑，我说那我们听见英文，我们也能拿汉字写下来，好度油度也能写下来。问题是您那么写完了，您那英文发音还能听吗？你见人就说好度油度，然后人家就疯了。可能这个跟韩国的英文发音这个通常不是很好听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总而言之，在这之前用汉字的时候，除了2班谁都不认识汉字。那农民交税的时候都不认识，说那韩国为什么那么落后，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你们中国传来的东西都是给士大夫用的。我们世宗大王为人民着想，为我们的民族着想，发明了这个，让我们每一个韩国人都认字啊，每一个韩国农民都认字，所以我们的韩国的文盲率这个在东亚是最低的。当然我也没统计过到底怎么说出来这文盲率啊。但是呢，虽然世宗大王发明了这套文字，但是在上层社会是激烈反对的。这个我还看到当时2班反对世宗大王的这个一个写的非常的有意思。他说我们从箕子朝鲜开始，我们就是巍巍中华啊，那些都是夷狄，说夷狄才有自己的文字，说这些夷狄都逐渐的放弃了自己文字，开始用汉字啊，举了好多什么西域的呀，什么那些民族例子，说你看人家夷狄全都放弃自己的，最后改用中华文明啊，改用汉字。我们怎么能弃了中华文明而自己自认夷狄啊？我们自己发明一套夷狄文字，我们不是夷狄，我们就是小中华啊！这个激烈反对。宋大王是那种就是天纵英明的那种啊，文治武功都非常的好啊，所以强行的推广这一套啊。但是实际上汉字一直沿用到了2战以后，一直到了这个朴正熙时代才最后下令说把汉字都去掉啊，咱们就改用自己的文字了。那民族主义1战之后就开始，但2战之后是民族主义高到最顶峰的时候。那当然每个民族都得发明自己的语言，但越南原来用汉字，后来让法国人给他弄一套拼音，其实拼出来听听也是这问题，歧义很大啊。所以包括越南阮文绍、李隼，你不写汉字，他真是拼出来，你真的有好多好多重名的人，这也没办法。所以最后韩国没办法，人名还得用汉字写，李世石还是得用这些。当然你也可以用拼音写啊，但是拼音写拼出来就在光事实这俩字儿就有8种可能，是吧？咱们民国大师啊赵元任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史史史史史史，就用这一个音就能写篇文章。所以你说事实到底是哪俩字儿？你拿拼音打出来就发现大概有10个词儿啊。就这个问题我们俩争论了很久啊。他也认为韩国少出啊伟大的作家跟这个语言文字一直掺和着用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发明的已经比较晚。但是他说一句我特别信服的话，这个宁可不出伟大的作家，也要让每个人民都识字啊，这个是最重要。对一个国家什么最重要？这是国家出了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是这国家普遍的人民都能受教育有文化更重要？这就是他说的啊。第2次韩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又中日来掺和的。但这第2次跟第1次呢，在韩国历史上记载是不一样的啊。韩国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报恩亭、报恩寺、报恩这个、报恩那，报的都是万历的恩啊。因为万历真的是帮助朝鲜打败了日本啊，打败了最强时代的丰臣秀吉，所以朝鲜人民啊，今天说韩国人民是感恩戴德啊，不像那次新罗统一。新罗统一在朝鲜本身争论就很大，这个北朝鲜的历史课本里就不认为新罗统一是朝鲜的历史的一部分啊，所以跟北朝鲜的同志们聊天的时候，不能聊到这个新罗统一这事儿。韩国的历史当然认为新罗统一是历史，但是他是这么写的，叫做日本侵略，中国侵入啊，就是虽然用的词儿程度不一样吧，反正都是来欺负我的啊！因为这之前这中国确实来侵略，还是给人建了安东都护府啊！你想想，薛仁贵都打到平壤来了，那人家又抗敌，元改苏恩如何如何？那当然觉得你也是侵略者啊，日本也是侵略者，只是在这个朝鲜民族的内心深处啊，对日本由于过于的痛恨，
相比之下对中国还算客气，再加上后来中国确实也帮过，为他们牺牲了那么多，所以对韩国来说，第一次叫中国侵入，日本侵略，那就是唐朝时候新罗统一，然后这一次报恩感恩戴德，这万历3大征里打败了日本。第二个最重要的转折点，第三个转折点，韩国的历史学家也好，韩国的人民也好，不认为是中国帮助朝鲜抵抗了日本，是觉得两边都不好，这边的袁世凯也不咋地，但是那边日本军国主义也不咋地，那就是著名的甲午战争了嘛，就是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甲午战争你说怎么来的？它不就是为了保护朝鲜吗？朝鲜这儿写着这个大清国属，那当然就要保护了。其实那之前我们也以自己太上皇自居欺负人家，我们也干涉人家宫廷，干涉人家内政，然后朝鲜自己内部有亲日派、亲中派，后来还有亲俄派。那我们也支持一派，我们也搞各种东西，所以大家看到很多韩剧里有关闵妃有关什么非常复杂。中国被逼迫着签了一堆不平条约以后，觉得你们来打了我签了不平条约，好，我照模照样把这事儿跑到人家朝鲜去了，说我要跟你签这个，你也得给我五口通商，你也得给我领事裁判权。我们在朝鲜有治外法权，就是西方人怎么欺负我们，我们就怎么欺负朝鲜。当然，朝鲜整个的这个历史描述里，这个民族的历史的情感里。对元和清都是不亲的，都是很抵触的，跟明朝的感情太深厚嘛。咱们讲南明的时候，其实已经讲过这段了，就是这边都剃发了，然后梳了个金钱鼠尾的小破辫儿，然后朝鲜是一直坚持穿明朝的衣服一直到大家看到都民国了，朝鲜最后的那个小官还是穿着那明朝的衣服。朝鲜对明朝的感情是非常深厚。不停的想帮明朝，虽然自己也打不过，人家还没入关的时候，就是这个努尔哈赤时代就把朝鲜打趴下了。那朝鲜已经进贡了，对清，但是依然开始还有点气节呢。到沈阳上表进贡，但是依然用崇祯年号进贡，然后被关到监狱里。第二次又派使者去，依然铁骨铮铮，还是用崇祯年号，然后又被关到沈阳监狱里去，这个叫沈狱。这朝鲜人觉得自己哇好忠诚，说你看你们中国那么多汉奸，我们就忠于大明最后没办法了，人清军入关，最后都统一了中国，朝鲜进贡，但是朝鲜进贡的时候上表的时候是用清朝年号但是对内有起有伏，有的时候清朝太紧要揍他就收敛一点偷偷摸摸用一些干支年号。其实中国慢慢也都用干支年号了，中国也不叫光绪多少年战争，叫甲午战争嘛咱们这也不叫光绪多少年赔款，不叫庚子赔款嘛，是吧？戊戌变法，说明那个时代大家都已经开始用干支年号。朝鲜确实对明朝的感情深，但是也没有一些对明朝那么爱的那些说的那么深说干支年号也代表了对明朝故国的怀念，这个我不同意。但是确实有用崇祯年号的，这个是没问题的民间知识分子中间的，我看到有墓碑上，我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民间的写的那些作品上，有的是属大明崇祯100多少年，都100多年了，还继续大明崇祯年号。当然也没奉南明当正说南明呢后来还有弘光呢，还有永历呢，但是朝鲜始终没有奉弘光永历虽然曾经大家约好过一起朝鲜北伐，而且真的自己偷偷练兵找南方联络，找郑成功什么这那的，到最后南边都不争气。咱们南明讲过那么多，连之最后还是没能复国。所以这个甲午这一次在韩国的历史里，在韩国人民的心里，并不对中国有任何感恩戴德，觉得你们都是侵略者，只是说我是一块肉，你们两个都要吃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没办法，最后你们两边打吧，反正我都是被强奸，谁打赢了我跟谁走。这个朝鲜是跟明朝一起诞生，然后跟着中华这个一起灭亡大概是这样的感情。不但是国名是咱朱元璋圈的，他那国旗也是袁世凯定的。不是当时后来出使日本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开国了，大家都说全世界人来都有国旗有国歌这那的。说咱也弄一国旗吧，向清朝申请龙旗，因为清朝国旗是龙旗嘛，清朝不同意因为什么呢？皇帝天子的龙旗是五个爪，你只是一个王嘛，朝鲜不能称皇帝嘛，是4个爪的龙所以这个大家有一次还跟我说你看咱们这个12属相里双数爪子的如何，
单数爪子如何，还有人问说那龙呢？说龙4个爪，我说确实应该4个爪，因为12属还是民间龙，天子龙5个爪。最后清朝不同意他用龙旗，说龙旗不给我那怎么办？那还是一个中国的官员叫马建忠给他设计的，说那你就用这个太极八卦吧，设计了太极八卦旗，成了他们的国旗。然后上书大清国属啊，朝鲜如何啊。当然我说到这儿，很多韩国同学会很生气啊，但是历史没办法，那时候确实是大清国属啊，是这样的一杆旗子去的日本，第一次的国旗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跟中国千丝万缕，国名也好，国旗也好，兴亡也好啊，中国兴，朝鲜兴啊，万历强，朝鲜没问题，中国亡，朝鲜亡，大家一块儿死，最后甲午完了，中国也完了。中国完了以后，朝鲜还又苟延残喘了一阵子，就是那中国已经被打败了吗？那就没法依靠中国了，怎么办呢？那还有谁能抗衡日本呢？那只剩俄国了啊！那所以朝鲜为了保持自己的这个独立地位，那朝鲜这种国家历史上永远就是2种国策，这也没什么可资治通鉴的。这2种国策，一叫坚于齐楚，二叫士大主义。士大主义就是只有一个大的，那我也别介于齐楚了，只有楚没有齐，那就士楚。这个时候中国完了，被打残了，然后那日本急速上升啊，就朝鲜没办法，就马上投向俄国，啊，就分成了亲俄派、亲日派。当然亲俄派当然占上风，说我求大哥保护我，说这日本要强奸我，虽然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吧，但是你们俩能先保持这平衡啊，让我再活2年啊。俄国说那好啊，我来保护你吧，那你就别那么怂了，你就别叫什么大清国属、朝鲜王国，你应该称帝啊！我们都是皇帝啊，欧洲这皇帝那皇帝啊，日本天皇啊。于是大韩帝国，你像1895年我们被打败了，甲午失败了。1897年这李氏王朝变成了大韩帝国。当然了，大清国属这几个字就没有了。可是没当几年，大韩帝国就倒了霉了，日俄战争开始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这日本是拿了中国2亿多两银子，把海军陆军我天弄得急速膨胀，虽然付出了重大牺牲吧，在国力当然还是不如俄国了，但是日俄战争战胜了俄国，在中韩2国啊，日本战胜这事儿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中国人民欢欣鼓舞，特别高兴。啊，这个事儿也挺逗的，忘了10年前被日本揍成那样了，就觉得你看我们亚洲人打败了这个俄国人，当然俄国人确实也很差，这个也很恶劣。杂书馆里就存着当年大量的报纸、杂志等等，当年中国的反响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认为日本能够这么快的发展起来，打赢这个帝国主义，那我们也可以啊。当时是一派那种心情。朝鲜可惨了，朝鲜这么多年啊赔中国税，他觉得没事儿，他觉得这应该的嘛。本来我就是你的女人，只不过你有的时候被别人霸占了，你有时候被蒙古人霸占了，那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你被满族人霸占了，我也没办法。但是总的来说，我还算是你的女人嘛，啊！但是这个朝鲜世世代代这么多年来，从唐朝咱们那会儿开始，一直到最后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了俄国，就是最大的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不想跟日本睡，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他觉得他比日本更高级、更文明。这位朝鲜历史学家基本上跟我说的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华文明是从中国传到朝鲜，朝鲜传给日本的。因为朝鲜离日本近嘛，就是对马海峡这么窄一海峡就过去了，而且朝鲜还曾经征服过对马国，啊，对马就是日本的这么多大名中间的一个大名嘛，叫对马。中国是一公子，当然有的时候变成一老头，但是总的来说有文化，赔他税也还行。就觉得日本你是倭人，我怎么能被倭人给办了呢？这不能跟倭人睡。啊，就一直是大概是这种民族心态，但是最后终于没人保护你了，啊，这个甲午倭人先打败了这个您这位这么多年的老情人啊，您刚找一新情人俄国，结果日俄战争又被倭人打败了，这下可要了命了，啊，只好这个忍气吞声归了日本。最开始还只是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啊，日本当时伊藤博文在的时候，伊藤博文还是非常英明的，明治维新啊，等等等等。虽然咱们从民族感情上讲说伊藤博文就是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但是对于日本来讲，或者对于世界文明来讲，伊藤博文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康有为那时候还企图建议光绪说，中国的改革就请伊藤博文来最好，让伊藤博文主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刚打败了中国的伊藤博文，啊，伊藤博文来做朝鲜的太上皇的时候。并没有想吞并朝鲜，但是大量的朝鲜仁人志士是坚决不服，啊，组织各种抗敌啊，组织各种刺杀，然后流亡，大批的流亡到中国东北地区，
这个说到这儿要多说一句啊，在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56个民族里，朝鲜这个民族是最年轻的民族，因为它不是中国的原生民族，大量的民族都是中国的原生民族，就算不是中华民族的原生民族，但是至少也是我们征服了那块土地的时候，它就是那块土地上那民族，那只是被我们征服了那就成了我们的了。就包括我们的俄罗斯族，其实都可以算是原生民族。那也是因为我们的领土扩张，那你说有俄罗斯族移民过来这块地方开始不知道是谁的，最后大家划界划成我们的。那俄罗斯族那么点人生活在上面，也算我们一少数民族你说哈萨克族，你说人家一国家叫哈萨克，可是那块土地人家就生活在那儿人家不是从哈萨克那国家移民到新疆来的。那个地方本来就是哈萨克族，那个地方本来就是塔吉克族，所以咱们那个天山上雄鹰，塔吉克的雄鹰不是从塔吉克移民过来的，就是原生民族。只有朝鲜族是移民民族，就是今天的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活的这些，比如说延吉也好，延边自治州也好，以及东北的其他朝鲜族自治县也好，实际上都是清末的时候大量的移民过来的。东北因为当时封关禁海东北原来只许满人居住，那汉人去都脑袋别裤腰带闯关东去的，那所以东北地广人稀，那地有的是。当时清朝政府还挺好，包括东北的总督都觉得这个朝鲜既然是我们的属国嘛，那就让他们种吧沿着图们江划了一大块地上百公里的，然后说这块地方就给你们吧然后这个如何安置他们，结果就形成了在中国的朝鲜族就这件事后来还说不清楚了，人家就说了这块地是我们的，因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就说这别去这本来是我的地儿，您这活不下去了，跑我这儿来，我就给你块地，怎么成你的了于是又划界这那的，这包括我们后来跟北朝鲜的关系稍微有不好的时候，这事儿都得提出来结果大量的朝鲜人进到东北就成了朝鲜族。那后来很多进到关内的人，这个尤其是侵华战争期间，那个时候朝鲜已经成了日本的一部分嘛，所以日本军队里有很多朝鲜人移民东北垦殖的时候，咱们之前胜利夏阴影讲过那么多上百万的日本人移民到东北去，这个拓殖团什么，那拓殖团里有很多朝鲜人，也有拓殖到华北来的，那也有跟着日本军队到华北来的所以最后怎么办呢？这个事儿当然了，遣返战俘的时候，大量的朝鲜的战俘就跟着遣返所以最后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呢，当然跟朝鲜关系比较友好，中央政府专门下了一个文说，凡是在关外的朝鲜人，就都视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朝鲜族同胞；凡是在关内的朝鲜人，都视作朝侨。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族，而是朝鲜侨胞。朝鲜侨胞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是应该回国但是在东北的就不是朝鲜侨胞了，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以朝鲜族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56个民族最年轻的一个民族，可能有的发现的更晚，说有发现一个新民族，那是比朝鲜族晚，但人家民族已经祖祖辈辈在那个土地上生活，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最后你发现了它，你不能说那个民族比朝鲜族要年轻，就是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原生民族，而不以发现的日子。朝鲜族是我们56个民族最年轻的民族，当然诞生了大量的精英大家这么熟悉的崔健朝鲜族人金星朝鲜族人郑立成这个大作曲家郑立成这都是朝鲜族人。我身边有很多这个非常有才华的朝鲜族人，当然朝鲜族的人历史上就有很多，除了朴槿惠跟齐皇后以外全唐诗里就有新罗诗人唐朝时候中科举的就有好多个。崔致远就是唐朝时候来留学的朝鲜人，他不但考上进士在唐朝做了官，最后黄巢叛乱的时候还写了习黄巢书所以世世代代都有很多朝鲜的人才。日本其实没有真的学中国，日本是没有科举也没有太监朝鲜学中国学的是最像的有科举有太监，但是他还是有士族门阀士族。就是也有人问过说为什么朝鲜改朝换代那么慢，其实跟这个朝鲜的士族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朝鲜一直以这个门阀士族，就两班，一般的什么姓金的啦姓李的啦这都是两班。韩国绝大多数的总统都是两班出身除了卢武铉跟李明博这两位就是叫贱民出身吧，其他都是两班贵族出身所以贵族始终把持大权。科举也是两班出身的子弟考科举能做3品以上的官，平民子弟考科举最多是4品以下的官。由于士族门阀的权力太大，国王的权力反而小，国王权力小反而活得长，这就是历史的一悖论。
你权力大，人家都想看着这宝座要办你，啊，所以哪个国王皇帝权力最小？就日本的天皇权力最小，所以日本天皇万世一系，一直没改朝换代过，就是因为那天皇反正在那儿待着，尤其是幕府时代那么多年，幕府将军说了算，所以反正也没人想篡你位啊。中国皇帝权力那么大，那每个人都想把你办了，我来要这权利。啊，所以朝鲜一直以来这个两班的势力很大，这个贵族的势力很大，导致国王的权力也不能叫衰微，有些国王还行，像世宗大王啊什么这些，但是大部分呢也就是没那么大权力，所以反而安全的生存下来很多很多年。啊，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儿，《太阳的后裔》播到第9集的时候，竟然有人问说，为什么他说这高丽人不是早就在历史上的人了吗？为什么这么现代的一个戏，他说这人是高丽人啊？其实是这样的，这个在这儿再跟大家说一句，在整个的这个韩国啊，除了在朝鲜半岛上这个朝鲜族分成了这个心理的创伤吧，北南以外，啊，还流散出去4大支。啊，对他们来说，其实也是他们的少数民族，他们也同文同种，然后等等。其中当然最大一支就是在中国的朝鲜族啊，这么多人，啊，其次呢，咱们讲日本历史的话，专门讲过叫载尼奇，载尼奇是流到日本的这一支，在美国有一大支，也有上百万级的人，这个包括洛杉矶 K Town 那么大，就 Korean American， 就是韩裔美国人，韩裔美国人在美国做得很好啊，做到各种官员、将军什么什么都有。说到这个洛杉矶的 K Town， 多说一句啊，K Town 在洛杉矶市中心，离 Chinatown 中国城其实也不远，啊，因为那时候亚洲移民嘛，一上岸都住在这个城市的最中心，有钱人才住在郊外嘛，啊，所以这两个地方其实离黑人区都不叫近，应该犬牙交错啊。92年的时候，洛杉矶爆发一次黑人大暴乱啊，这种事儿在美国很多了，每次的原因其实都差不多，就是白人警察打死了黑人，然后被法庭判无罪啊。啊，黑人于是拿着枪就愤怒地冲出去暴乱了啊！92年那次搞得很大啊，到处烧杀抢劫，火光冲天，杀了50多个人，啊！当时中国城家家户户关门都跑回家去了，因为中国人觉得命要紧，这个店你砸吧，而且对于自己的社团没有那种很团结起来保护的精神，啊，砸别人店就更不管了，你砸别的华人店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砸自己店我先躲起来再说，啊！韩国人就完全不一样。韩裔的美国人在韩语电台里就开始组织大家持枪防御，所以当时看到电视上特别震撼的画面啊，这些韩裔的美国人就韩国人全都头上绑着那白布条，就有点像日本人当年，然后在房顶上持枪跟黑人对射，啊，这个不管你砸的谁的店，那我们都要跟你拼了啊，非常的团结，非常的勇敢啊，所以最后打死的53个人里，只有1个是韩国人被打死了，还有一大支是在俄国的。在俄国的这个朝鲜族人，韩国人就管他们叫高丽人。在俄国这支朝鲜人，大部分都已经不会说韩语了啊，都已经说着俄语，名字也都改成了，姓还是韩国姓，还姓李，还姓崔，还姓金，但是名字已经都改成什么弗拉基米尔、维克多啊，什么都这名字了，啊，所以管他们叫高丽人。这高丽人中间也出过不少人才，啊，包括体操冠军，啊，包括滑冰冠军，啊，最逗的是出过一个叫 Victor 崔的人。这 Victor 崔这个人在苏联特别有名，在苏联时代啊，当然苏联时代晚期了，振聋发聩的，啊，那个时代你想多严酷啊，啊，他就是那个时代年轻人心中的那种呐喊的摇滚教父，也姓崔，他叫维克多崔，咱们这儿叫剑崔。这位剑崔也是在那个时代刚刚打开国门，叫融冰时代，一声呐喊唤醒了千百万年轻人的中国摇滚教父，也是朝鲜族人。朝鲜族人到全世界各地去，以当摇滚教父为职业，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玩。说回来啊，说历史说差了，说那边去了，啊，这个伊藤博文当然是很有深谋远虑的，他知道朝鲜民族是征服不了的，啊，所以最好不要并进日本，啊，于是他在当太上皇的时候，他一直在朝鲜推行的就是你还是你的朝廷，你还是你的这些，啊，你只是我的保护国就行了。那大家也恨呐，说你看你是我们朝鲜太上皇，于是大家多少人想刺杀他，安重根是费了好大劲，老婆孩子什么都不要了，自己原来还算殷实，家也卖了，地也卖了，拿钱就是去搞独立运动，啊，参加各种独立组织，然后去刺杀伊藤博文这条路走的都特别感人，这个拍成电影也特别感人啊，一路上到各种仁人志士家里，在东北的朝鲜人家里，人一听说他要干什么，人人给他钱，再穷的也给他凑。那个哈尔滨火车站不许中国人进啊，因为欢迎伊藤博文，但是在东北的日本人都可以进去。
这朝鲜人长得跟日本人也没区别呀。安重根又会说日语，结果他混在日本侨民中间就混进去了，轻轻松松就站在军乐队旁边，等伊藤博文过的时候，冲着伊藤博文来几枪，一抓住，大家知道是朝鲜人刺杀的。伊藤博文最后临死之前特别生气的高呼一声混蛋，那意思就是说我死了你更倒霉，我活着你朝鲜还是一国家，你还有朝廷还有这那，我死了那帮军国主义者，那你更倒霉。果然伊藤博文被刺杀之后，马上什么朝鲜保护国都不要了，直接就并进日本了，就变成了日本领土，变成所有人不许学朝鲜文啊，不许叫朝鲜名字，都要改日本名字啊，然后等等等，实行了一系列，就像我们割让台湾一样。但是呢，应该这么说，日本殖民朝鲜比日本殖民台湾要残酷得多得多。就是相当一部分台湾人觉得日据时代挺好，台湾的最基本的建设，台湾的最大的水库、水电站、铁路，当然最开始铁路是清末建的啊，但是主要的建设，这个都是日本人来建的啊。台北建得很好，觉得日本人对我们这儿也没什么呀。啊，除了塞德克巴莱说对山地里的有一些反抗的民族残酷一点，而且日本对台湾说实在的，相当当成自己人看。所以日本从最开始虽然是军人做总督，后来就变成文人做总督。那文人做总督对台湾是做了很多贡献的啊，虽然是殖民啊，这个侵略是不容否认的，但是确实建设台湾的业绩也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朝鲜人家是一国家，是一个民族，是一个文化，所以反抗的非常激烈，导致整个朝鲜被殖民的这几十年里，日本始终都以军人做总督，而对朝鲜残酷镇压啊，在朝鲜实行的这个政策远比在台湾残暴。当然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那于是朝鲜人民也拼命反抗，啊，建立了无数这样的这个爱国组织、独立组织，开始在上海建起大韩民国政府，啊，金九啊，今天韩国奉金九为国父，啊，就是因为金九当时在中国奔波27年，就为了大韩民国能复国。现在上海被日本占领了，又跟着中央政府到重庆等等。啊，最后结果终于胜利了，金九回到韩国，就还被一个野心家，啊，这个大韩民国政府颠沛流离，奋勇刺杀，奋勇这个奋斗的时候，这哥们在美国待着。当然，李承晚之前也做过一点点这个独立运动啊，也曾经大韩民国政府刚成立的时候，很弱小的时候，因为他在美国有一点声望，在这个韩国人中间，大家觉得你有文化嘛，你是博士嘛。但是李承晚是真的博士啊，不像孙博士，咱们孙国父那博士是假的。李承晚是真博士，所以大家还曾经投票选举过，说李博士来当我们大韩民国总统吧。李承晚当选以后跑到上海去，结果转了一圈没待2天就跑回美国去了。后来一直是金九在担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领导人，领导了后来的独立运动。最后结果美国人当然永远是找一个美国人能控制得住的嘛，其实他就是美国人嘛，说那你来当吧。结果李承晚同志跑到朝鲜去，还把金九给刺杀了。金九是在朝鲜人民心目中最伟大的这个爱国志士、爱国先行者，啊，奋斗了这么多年，最后终于回到祖国，然后还被刺杀了，啊，不光刺杀了金九啊，就有大批的这个大韩民国流亡政府时代的人，啊，被李承晚是抓的抓，杀的杀。但李承晚有美国人做后盾呐，啊，所以李承晚这个来自民主国家的这个结果，实行了最严酷的独裁手段。啊，在这个韩国做了很多不得人心的事情，啊，所以在韩国到现在提起李承晚，韩国人民一点感情都没有对他，而且很多人痛恨，因为他屠杀这个革命学生，他就是各种践踏法律，永远选自己当总统，而且把自己立成国父。李承晚是国父，给自己发了一堆独立勋章，什么，就给美国人发了一大堆独立勋章，都没有给金九发。啊，金九最后获得了追授，是已经到了1962年，李承晚已经被韩国人民起义给轰走了。朴正熙当总统的时候，才追授金九同志韩国独立勋章。李承晚踢走所有的你的什么塑像、你的画像，踢走，立上金九的金。所以到现在韩国啊，全国承认的这个国父啊，终于从这个假的李承晚变成了真的金九。啊，所以那么多仁人志士在那奋斗，当然金日成也奋斗，当然没有自己现在说的那么吓人啊，啊，现在说金日成怎么普天瀑大捷，
啊，怎么杀入朝鲜到普天铺，然后打死多少日本鬼子，然后震撼了日本鬼子在朝鲜统治等等等等，啊，现在北朝鲜教科书上这普天铺大捷得写这么多，这是最大的这个金日成同志抗日的功绩。其实呢，当然这事儿应该这么说，这普天铺呢确实杀死过2个日本人，抢走过4000日元，但是没打死一个日本军人或者一个日本警察，是打死了一个日籍的饭馆老板叫宇根小三郎，同时打死了一个日籍警察的女儿，一共打死2平民，啊，然后呢冲进了这个饭馆，抢走了4000日元。啊，这个普天铺大捷在当时的历史里，在日战朝鲜时代里是被当作一件刑事案件来记载的，并没有被当作朝鲜的起义或者朝鲜的反抗啊。然后还悬赏2000日元，好像捉拿这个叫金日成的人。啊，这是第2件我觉得值得讨论一下的事儿，就是这个金日成是不是后来的这位金日成？这个看岁数不太像，因为那时候他才20出头，啊，非常年轻。因为这个案件是有记载的嘛，是个40多岁的人，啊，带人冲进了饭馆，打死这2人，抢走了4000日元，啊，说这个人叫金日成，啊，而且金日成那个时候叫金成柱，他叔叔叫金日成，所以到现在为止，大家也不知道这个金日成到底是金成柱他叔叔金日成，还是后来改了名字叫金日成，原来的金成柱的这个金日成本人。啊，总而言之吧，这个金日成确实在反抗，只是普天铺大捷叫冲进朝鲜去抵抗，这个事儿有点值得讨论。但是他确实在东北抵抗过，金日成生在朝鲜，但长在吉林，而且跟着东北抗联啊，撤到了苏联境内，而且撤到苏联境内，大部分东北的抵抗的力量都后来辗转万里，从西伯利亚等等去了新疆。啊，但是共产党领导的这一支最后是留在苏联的部队里，最后还编成了一个旅，啊，这个旅后来还各种先进武器，各种连空降等等都被训练过。应该说，抗战期间，如果算整个中国军队没有党派意识的话，这国共军都加起来最精锐的部队，如果能数出，比如说74军、18军，啊，第5军，我觉得抗联退进苏联以后，编进苏联红军抗联这支旅，也能算进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最精锐的部队。后来这个跟着苏军，啊，这个进攻东北的时候，回到了东北。啊，这个而且直接空降在东北好多地方，也牺牲了一些同志。在最后，金日成后来就在这个旅里当了个营长。当然了，美苏各自找代理人嘛。这个美国说，美国李承晚普林斯大学博士，那苏联说，哎，我们找来找去，这儿有一营长，说金营长说你去当领袖去吧。然后金日成回到了北朝鲜，那3·8线各自占领嘛，那没办法，雅尔塔协定规定的。啊，雅尔塔协定最早规定的时候还有中国呢，中国也是一起占领的，但是中国后来就，日本的去占领的也没去，是朝鲜的也没去，中国自个儿忙着打内战，就不管你们了。金日成刚开始到了平壤的时候，他威望实在是不够，朝鲜人民都没听说过他，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北朝鲜这边还是立了一个，朝鲜独立运动的领袖之一吧，号称是朝鲜的甘地，叫曹婉植。曹婉植是多年来一直坚持独立运动，而且坐过牢啊，等等的，就很像甘地或者曼德拉啊之类这样一个著名的人物被立起来。但是由于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坚决的不跟共产党合作，啊，这个反共倾向比较严重，所以最后把他关起来了。关起来以后就说失踪了，啊，其实是关在平壤。后来朝鲜战争中间，北朝鲜撤离平壤的时候，金日成下令把他给处决了。啊，金日成当时是没有人知道这个人，而且他原来也不叫金日成。啊，金日成第一次叫做金日成是1945年战后，他9月份乘着苏联军舰返回朝鲜，10月份第一次登上平壤的群众集会演讲台的时候，才第一次用了金日成这个名字。而且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金日成的朝鲜话当时已经很不流利了。得有人辅导才能公开发表演说，因为金日成13岁就流亡中国了，他讲的中文其实是东北话特别的流利，俄语也特别流利，就是不太会说朝鲜话了，所以金日成刚回朝鲜的时候还得专门找老师辅导才能公开说话。现在的朝鲜官方正式记录是10月10号返回朝鲜这一天就是现在的朝鲜劳动党创党日可见之前并没有一个朝鲜劳动党在坚持朝鲜独立运动，而是苏联扶持以后才有了这个朝鲜劳动党。于是金日成就逐渐的一步一步的，我觉得也挺不容易的一个营长，
然后能做到一个国家的最高领袖，他是依赖了好几波力量啊。这个其中最重要的一波力量叫延安派，啊，因为他是共产党人啊，而且他到了北朝鲜以后，当时我们还在内战呢，他帮助了我们当时东北已经打得很岌岌可危的东北民主联军，当时分成南满跟北满嘛。大家记得各种电视剧里、电影里拍的，就南满根据地已经坚持不住了，北满还行，北满已经背靠苏联嘛，退过松花江以后就背靠苏联，所以国民党军也没法北进了。但南满没在那边，但是南满跟北朝鲜是挨着的，啊，陈云最后跟萧劲光大家说我们不走，就在这里坚持，所以才有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三下江南就是北满南下，四保临江就是南满坚持。南满根据地能坚持住，和金日成领导的这个北朝鲜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你像东北抗联的营长，那跟我们东北抗联的中国同志，那当然感情又深。那中国是坚定的支持他，知道什么程度呢？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那苏军都撤走了，美军也撤走了。朝鲜战争开始的时候，朝鲜这块半岛上是没有外国军队的，南朝鲜也没有一个美军，北朝鲜也没一个苏军。之前咱们讲胜利营下讲过，苏联、美国对朝鲜就没兴趣。说实在，历朝历代对朝鲜都没什么兴趣，除了日本，啊，都觉得哎呀，这个穷乡僻壤那么老远，啊，这养也养不活自己。当时这个清朝的时候，袁世凯他们在的时候，还曾经有人上书中央说，朝鲜粮食都不能自给，咱别要这块地方。所以金日成是非常的依靠了延安派，啊，站稳了他在北朝鲜的这个党中央里面的位置。当时金日成说，我准备统一祖国了，你把我们朝鲜族的军队还给我吧。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还没有确认说在东北的这些朝鲜人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朝鲜族，那就是你说不清楚他是朝鲜侨胞，那也就刚移民过来，最多也就几十年的人嘛。金日成说，你把我的那些朝鲜战士们虽然在你这身经百战了，就还给我。四野里本来就有2个师，当然是四野独立师啊，不是四野最精锐主力。我想164、166个师基本是由朝鲜族的官兵组成的，然后就在延边地区临时又招了1200人入伍，啊，这2个师直接齐装满员调给了金日成，然后从四野南下大军里，那四野是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里最强大一支部队嘛，100万雄师南下大军里，又开始找出，大概是以156师为主，从各个师里找有没有朝鲜族的官兵，说你是朝鲜族，你是朝鲜族，那你们都加入这个，又把这一个师调给了金日成，啊，当时进攻南朝鲜的时候，大概6个师，啊，最精锐的主力是从我们这儿调去的3个。再有就是苏联派啊，因为苏联支持他嘛，他在苏联也当过抗联里面这个旅是编进了苏联红军嘛，当过营长。苏联支持他，所以他有装甲部队，啊，当时这105装甲团是朝鲜半岛唯一的装甲部队啊，就是105装甲团啊，后来在朝鲜战争之前扩编为105装甲旅，啊，攻陷汉城以后被晋升为近卫装甲师，啊，105装甲师一直都是北朝鲜军队的核心的最精锐主力之一。啊，据说金正日视察过20几次，啊，2012年金正恩刚上台10几天就去视察了这个师，而且电视画面当时看到金正恩视察105装甲师的时候，还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南朝鲜军队里1辆坦克也没有啊，美军也撤走了，所以他依赖着这个延安派的支持、苏联派的支持，苏联派还有一堆留苏归来的，全穿着这个大高靴子、大盖帽的这一帮朝鲜青年军官，是他的另外一帮支持者。当然还有本土派啊，他靠了这几派，然后逐渐开始这个当了领导人。当然他也得逐渐把这些又清洗掉。这个过程，哎呀，反正大家看中国历史也看多了，我就简单讲2句吧，就是先清洗延安派。啊，因为延安派他觉得太强大，啊，谁当了头都不想受中国控制。虽然你帮了我那么多啊，志愿军也帮了我，牺牲了那么多人，但是我还是不想被你控制，啊，于是清洗延安派。然后这个有一些人鼻子比较灵的，开完会直接就逃回中国了，啊，最后在中国的疗养院里送终。有的人就鼻子不够灵，反应不够快，就直接被清洗了，啊，清洗完了延安派，就回过头清洗苏联派。啊，清洗了苏联派，就开始清洗这个国内派。国内派又分成了在长白山就跟他一起斗争的那一派，和留在朝鲜境内的这一派，然后一派一派清洗，啊，直到所有的各个派的元老全部被清洗干净，才可以把权力交给一个年轻人，叫金正日。啊，不然的话怎么办啊？我本来就是一营长，你们各位都是师长，你想，然后那当然就把你们都清洗掉啊。其实，在朝鲜战争过程中就开始清洗了，结束以后出现过几次大清洗，啊，最后才导致了啊金正日可以上台，
但是我觉得客观的说一句话，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北朝鲜跟南朝鲜的比较，跟今天是正反过来的。北朝鲜是比南朝鲜民主的多，发达的多，先进的多，人民热爱政府热爱的多，而不是今天大家想象的北朝鲜一直就是这样子，然后南朝鲜是今天韩国这样，完全不是。那个时候金日成踌躇满志，根本觉得不需要你，就是跟你中国没关系，你土包子。然后结果这一打好，风云突变，本来美国说，不管你了，随便。结果一打起来，美国现在又不行啊，完全这摧枯拉朽一般就把汉城占领了啊！这一路向南，最后美国没办法说，那这我不能不管了，那我来了啊！同时，美国等于自己刚说完朝鲜跟台湾都不管，结果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然后马上出兵朝鲜，而且美国没有预谋，能从出兵就能看出来，因为美国没做任何准备，突然间措手不及，只好从日本以那种撒胡椒面的方式向前线调部队。由于这个陆陆续续到师长还被人俘虏了。叫迪安少将，刚上前线，北朝鲜如狼似虎打过来，都是在四野身经百战的小老虎们，然后上来就把人美国师长给抓起来了，于是一直打到釜山，美国一看这不行了，这我得全力参战，这里边就要说到一个问题，就是在联合国表决，先后通过了3个决议，第3个才是组成联合国军。第一个叫谴责侵略，第2个叫大家以各种手段抵抗侵略，第3才组成联合国军。这3次苏联代表都没参加，当时苏联驻这个联合国代表叫马利克。都缺席，于是就全票通过组成17国，其实16国了吧，加上韩国17国联合国军如何。这苏联代表为什么没参加投票？当然最早的时候是说，因为帮着中国，没那么简单。这个，但是后来又变成阴谋论，说因为斯大林就诚心不让马利克去，因为早就想好了这个朝鲜战争让金日成打第一枪，然后把美国拖在朝鲜战争泥潭里，然后他抽不出来，所以对苏联有利。我觉得应该说介于这2者之间，首先斯大林肯定是没有这么长远的深谋远虑的，因为他原来想的是美国没有参战。第二，能看到当时的反应，知道苏联也手忙脚乱。之前确实退出了就安理会，是因为苏联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替中华民国这个席位，那被否决了嘛？否决苏联就抗议就离开了。这个离开的时候，苏联还没有料到朝鲜战争会这么快爆发。所以这实际上是个巧了的事儿，只不过斯大林把他因势利导了一下，因为当时马利克就发电报到莫斯科说这怎么办呀？我要不要去参加这个安理会啊？这表决这个要谴责这个北朝鲜等等。苏联外交部本来拟好的回电是说你必须马上赶回去投否决票啊，咱是5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有1票否决权啊。那苏联社会主义兄弟嘛，怎么能不帮你呢？结果突然间从克里姆林宫传来了斯大林的指示，说马利克同志先不要回到安理会去投票。让他们放手去做，结果马利克接到这都傻了，正跟联合国秘书长坐一块儿，本来觉得自己要回去投票去了，结果突然接到指示，脸都白了。然后这个联合国秘书长还说：“你赶紧去，咱们投票去啊！”美国代表当时也没有什么深谋远虑，当时也傻了，说：“他回去投票，不是我们这决议就否决了吗？”结果马利克说：“我不去，我上厕所去了，走了。”然后就坚决不去投票，结果3个决议都通过了。近年解密的文件。有一件是非常重要的，捷克当时的共产党的领袖发电报给斯大林，问斯大林说，都是社会主义兄弟，为什么有否决权的苏联不在安理会里否决帝国主义的阴谋为什么缺席？斯大林就回了一封电报，因为确实得解释嘛，跟这些共产党兄弟，因为其他兄弟想你现在就不管朝鲜了，那以后你是不是也不管我了呀？所以就来问大哥就回了一封电，斯大林的电报里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就是要让美国暴露他的侵略本质，当然面上的话一定要这么说，其实的意思就是说，正好把美国拖进这个韩战泥潭里去，然后让中国出兵，对斯大林来说这多好的事啊！美国深陷泥潭，几10万大军、海空军都跑朝鲜来了，这个穷山恶水里挣扎着，大家看长津湖等等，那太艰苦了打的。本来中国还能跟苏联叫板。结果中国好也倾全国国力，就那点经济水平，最后人民一起捐飞机这个常香玉还自己一个人捐了架飞机，全国都动员起来了，为了朝鲜战争，连国民党被俘将领在这个功德林里的都天天看作战地图帮人想，因为我们共产党的将领没有跟美国人打仗的经验，不知道美国是怎么打仗，以及跟他怎么打仗，但是总不能从战犯国联所里把国民党那些将领都放出来去前线指挥，那又不行。所以就干脆在那里头弄了一个参谋室吧，叫挂上地图，
最开始就是那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因为他们都是受美国训练的，指出说为了，完了！大家说怎么完了？这北朝鲜打得多好，都最后就只剩2000平方公里，这韩国全被占领了，就把敌人包围在釜山，眼看这革命战争就胜利了，结束了。这些国民党将领看着地图说：“你们不了解美军，你看看美军为什么不反攻，在环形防线里守着，因为他要在背后登陆。”所以马上把这个消息报到军委，然后所以毛主席还专门打电报给金日成说：“你小心点啊，你这全军都扑在釜山前线后边好几百公里长的这供应线，而且朝鲜是崇山峻岭，小心美军在仁川登陆。我们在东北准备了3个军，我可以立即开进去保护你后方。”最开始其实没有想真正的参与这朝鲜战争，只是说帮兄弟一把，这个我们如果开进去在海岸线容易登陆的地方摆着，那美军登不了陆，那再努把劲儿，这个把釜山打下来。但是实际上釜山前线已经是强弩之末，这些主力师包括我们给他们的3个师，打到釜山最后的时候，都已经只剩30%兵员还能战斗了。但是看着地图觉得漂亮胜利在望。金日成同志结果回一个说不需要，我们这儿胜利在望了你就等着瞧好吧。好，结果这个不出所料，美军大军在仁川登陆，直接把朝鲜半岛截断。所以大家开始也没有预谋，大家都是那种临时性的，突然觉得一看地图觉得不错呀。本来美军的任务就是恢复到38线就可以了，谁也不想挑起3战谁也不想挑起大战。那时候苏联和美国都有核武器了嘛结果麦克阿瑟突然膨胀了，说这敌人没有了。然后再加上李承晚说快打到鸭绿江去，我要统一朝鲜半岛，这个大韩民国要统一。然后两边都一膨胀，李承晚当然是愿意趁着机会，美军进来了，那还不赶紧统一。麦克阿瑟一看也不错呀，说反正敌人也都没了，全歼在这个38线以南了，那就北进吧。所以都是走一步看一步。整个朝鲜不是一个全世界特别认真的思考的地方大多数时候都根本就想不起来这地儿。之前咱也讲过，这个二战结束的时候，根本都不在那个雅尔塔会议那个议题里。后来想起来提了一句，说那儿还有一个，那怎么办？美国跟苏联说，那你说吧。美国当时心里是你分什么38线、37线、36线都可以你给我一点就行了。斯大林当时想了一个很周全的计划，但是没实现了。当时斯大林想的是38线有一条延长线，沿着38线继续把北海道给划过去了。当时斯大林想的说38线以北归我这36线斯大林可不敢提了，那美国也不能同意那这日本本岛都过去了，那不行，那肯定是日本大多数要给美军占领的。但是斯大林其实想拿北海道，如果拿了北海道就没有什么北方四岛的问题了什么千岛群岛问题都没有了这个所以斯大林说38线，美国说哟是比我想的还好一点，说行吧，就这么着吧就包括各自找个代理人什么，谁都没把它当回事，所以也没有完整的计划，地图恨不能都不全就这么仓促打起来。但是斯大林最后没得逞因为美国政府同意了，说可以那日本北方你也去受降去吧。本来日本说好的就是大家一起占领嘛，中国还有份呢。最后中国因为打内战已经准备占领日本的占领军，最后就投入那个战场没去朝鲜本来也说4国占领，这还有中和英英国说那么老远朝鲜我就别去了吧，那地儿我也不想要中国正好打内战，中国说那我也算了，这个于是就美苏38线斯大林满心高兴的说接收去了，找麦克阿瑟说不是说好了吗？38线以北归苏联受降，那北海道38线以北的归我们了这麦克阿瑟不干。麦克阿瑟那时候权倾朝野，根本也不听杜鲁门的，所以麦克阿瑟杜鲁门为什么打成那样，最后被杜鲁门撤职，就是因为麦克阿瑟美军历史上少有的不听政府的，这个要当军阀恨不得，这日本已经当太上皇了。结果麦克阿瑟死活不同意，说我就不同意，你就不许来北海道。结果苏联吃哑巴亏要不然本来苏联说36线把汉城给划进去美国也会同意的结果最后就弄一38线，就完全一切都是很临时的所以大家都是说38线又那就往北走吧，然后于是北进。这个时候金日同志不行了，赶紧找毛主席说大哥真不行了你来吧。毛主席说好包括斯大林也来催说你们赶紧吧，出兵吧，要不然怎么办呢毛主席本来自己拟回电稿拟到夜里3点，拟了一封电报说我们决定出兵等等。那个时候的毛主席还没有后来的像神一样的毛主席那个时候还是要听一听大家的中央政治局的各位这个书记的共同的决策吧。所以要发之前，毛主席想说那等到天亮吧，天亮大家开个会吧。结果没想到天亮，所有政治局这个书记们一来，
没有一个支持出兵的，每个人都说不行不行，说主席这可不行，说咱们这儿刚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这好，国民经济也崩溃着，啊，中国仅有的黄金、美元、外汇，说都被搬台湾去了，咱啥也没有，说拿什么打呀？这没东西啊！啊，结果那个时候还算民主，于是发了一封不出兵的电报给斯大林。啊，只不过这封毛主席你好电报稿弄在这儿，秘书收集他档案的时候，以为这已经发过呢，也收起来了，所以后来出现在毛泽东选集里有这么一封电报，说当天就决定同意，但其实这封电报没发，发的是那个不同意出兵的。斯大林就赶紧回电说，你要是不出兵，那这事儿可就要了命了啊！这个美军打到家门口了，啊，如何就来劝。啊，但是大家还是不支持。毛主席内心深处其实是一直想打的，因为毛主席是个诗人。啊，他不是个经济学家，他也不算账，他也不知道国民经济什么样，我们手里有多少钱，他不管，他觉得反正斯大林同志说了，亚洲革命领袖是我，那亚洲的事当然得我管了啊，我不管谁来管呢？啊，所以他其实内心深处非常想，那政治局既然不同意，毛主席就想出一个说，那这样吧，把各大区的这个同志们都叫回来，啊，这个中南局的啊，这个西北局的啊，都回北京，啊，一起这个来商量一下，啊，彭德怀这接个电报说都不知道什么事儿，彭德怀以为是中央找他去谈一谈大西北开发的事情，结果彭德怀上飞机的时候还抱着一大堆图纸，准备向中央汇报说西北大开发这怎么弄，结果到了这儿，一进政治局会议都傻了。以前政治局会议大家抽着烟谈笑风生，毛主席又幽默，啊，周恩来也幽默，本来大家政治局会议永远是这种大唠嗑，结果一看所有人都严肃，一句话不说。彭德怀还傻，说这怎么回事？一听说哦要出兵朝鲜，结果大家还是不同意。于是说，那今天先睡觉，明天继续。彭德怀回到北京饭店，小平同志还来找了他。小平同志是西南局的书记嘛，彭德怀同志是西北局的，所以都回到这个北京来开会。小平同志还聊了一下这个事儿，说这怎么弄啊？现在这局面，这出兵打全世界谁敢跟美国打呀？那个时候，啊，所以彭德怀也想了一夜。结果毛主席大清早上单独先召见他，因为毛主席比较了解彭德怀，啊，说你说吧，咱该不该打？彭德怀说，我想了一夜没睡觉，我的态度是这样的。如果苏联，啊，一点都不帮忙，我也建议不打。这仗没法打，咱们都在前线打过仗的，这跟美国怎么打呀？就拿这些破铜烂铁。说，但是如果苏联帮一半，我就支持。主席当时兴奋的一拍桌，说就等你老彭这句话呢，那马上找苏联，苏联支持一半，好，那就是说武器我出一半，剩一半贷款给你，你来买。啊，空军保护后方我来。啊，确实也出动了这个不少空军，牺牲了几百个飞行员，而且在朝鲜战场。但是苏联说我不过39线啊，我不到前线去。苏联的飞行员都穿着志愿军的衣服，然后这个飞机上都涂着志愿军的，说就怕美国抓着一个说你看苏联参战了啊，那你还了得？所以只保护后方啊，不管你前线的事儿啊，前线你自己训练你自己。而且刚开始还派的不是精锐部队，结果被美国跟打火机似的往下打，最后觉得好没面子。其实美国人心里也知道那是苏联人，那时候技术没现在这么先进，飞机跟飞机之间要说话的，长机跟僚机说啊你掩护我如何，大家互相都收得到。这哇哇听见一杯中国口音，突然一听这怎么有说俄语的，我天，就全听见了。所以他知道是苏联飞员，但是大家谁也不想率先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美国假装不知道。最后苏联已经把拱卫莫斯科的最精锐的叫第324和303近卫阶级技师都直接调到前线来了。啊，说咱也不能太丢人了，结果只有那一个师跟美军空战的时候能打成了损失比1:1，就是我被击落一架能击落一架美军，美军全是身经百战的二战期间的欧洲的亚洲的飞行员。我在美国看飞机公司的宣传，啊，其中看到一条，我看当时都傻了，说我们的战斗机在朝鲜战场上跟对方共产党的这个空军是1:14的。这个损失比，就是我们每击落14架对方的飞机，我们才被击落一架。我当时一看啊，这个当然各自的宣传吧，我们这儿宣传说击落了多少千架美国飞机啊，等等，啊，总而言之，做斯大林说好，我出一半。毛主席坚定的要干嘛，那最后大家就说那也只好干了，但是就打到38线为止啊，就说好了啊，于是就说好了，结果也是。刚开始第一次战役的时候，因为突然袭击，美军确实措手不及，而大家都准备过圣诞节了已经。结果咣一下，就后来毛主席一看说这个事太容易了吧？说美国纸老虎啊，并不可怕吗？于是一下也膨胀了，啊，先是麦克阿瑟膨胀被痛击，然后紧接着毛主席高兴了，说哎，
没有你们说的那么难吧？你们把美国人都描绘成这个铜墙铁壁哪吒，你看被我们上来就打赢了。本来就是东北军四野这几个军打一下就行了，结果毛主席突然想说，既然这样，我们干脆全歼他几个主力师，啊，干脆把美国人打下海去，啊，壮我军威，这是让朝鲜统一。金日成同志，你放心吧。好，这下一膨胀，九兵团。解放台湾的主力兵团，这三野最精锐的兵团，正在舟山群岛前线训练登陆，啊，拿舟山群岛当这个训练用，啊，怎么登陆啊？再穿着南方的单衣，啊，突然间毛主席一高兴说，那就再把攻台主力兵团调过来吧。本来是进攻台湾的主力的精锐，说调过来说哪个这美军这些师里哪个最有名啊？陆战一师，那美国全军最精锐的一个师，歼灭他，干了陆战一师，把他全歼。好，九兵团哗调过来，九兵团最后特别悲惨，就是从舟山前线啊，那么南方穿着单衣，全军北上，然后这个本来高岗同志在东北的各个火车站都准备了棉衣，说三野的兄弟来了，咱们东北军区棉衣也准备了，啊，但是陆战一师看起来要从长津湖撤退，毛主席那时候也来劲了，每天亲自看作战地图，说，哎，这个敌人要撤退，说不行，必须得抓住他，他跑了，他就歼灭不了。啊，所以下令不许停车，九兵团的所有列车在中国境内谁都不许停车，直接就开进北朝鲜。结果导致九兵团过东北的时候，你想那时候是冬天呐，你像都要过圣诞节的时候开的是第一次战役，啊，朝鲜前线零下30-40度，然后东北的这个同志们一看啊，三野的兄弟部队穿着单衣就要进朝鲜，最后在火车站。自己脱了棉衣往那个火车里塞，说同志们这不行啊，这就去了。那你想，那才能运上几件棉衣去啊？最后就是九兵团作为我们最精锐的攻台主力，全军穿着单衣就进了朝鲜。然后进了朝鲜，因为美国空军炸啊等等，最后就徒步行军，在这么深的雪里徒步行军，啊，然后这个20军、26军、27军，其中27军是三野最精锐的主力军，就许世友、聂凤智先后当军长。啊，攻克济南啊，等等，最后到了长津湖前线的时候，全军穿着单衣，美国人都看傻了，啊，这个20、26军负责突击，27军负责阻击，最后阻击的27军趴在雪地里就一个一个营，全军冻死了。最后美军撤退的时候，那确实打得很激烈，就是一字长蛇阵，美军正在撤退，突然间2个志愿军的军就穿着单衣，拿着刺刀手榴弹，跳着锣吹着哨就冲进去了，然后就把美军截成10几段，然后长津湖是。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打得最激烈的一场战役，结果全歼了配给陆战一师的一个团，啊，31团是陆军第7师的一个团，而且一夜之间打死俩团长，先打死一上校，然后就另外一个上校继任当团长，又被志愿军击毙了，啊，确实很能打。这九兵团是加强军、加强兵团，就是每个军都多配了一个师，每个军4个师。啊，所以3个军九兵团进朝鲜的时候，一共15万人，但是没办法，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本来是最后前面27军还能阻击，想全歼陆战一师，结果最后27军冻伤，统计下来大概有4万多人，打到最后，陆战一师到原山港的时候，依然还齐装满员，只是配属他给他那个团被全歼了，大概有3000多人，陆战一师的伤员都没丢下，尸体都没丢，就一直带着尸体，带着伤员，一直拖到原山港。追到原山港的志愿军九兵团的还剩500多人，就打成这样了，已经啊，一下把毛主席给打醒了。毛主席说：“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个第一次战役突然袭击一下，然后就能企图全歼陆战一师，结果没做到。而且美军最后陆战一师也是很狼狈了，中间还发生了，我们已经这个阻击阵地都弄好了，这桥也断了，啊，当然不是这个好多这战争故事里讲的是大桥啊，是。”一个水坝的4根大管子，这么一个过去的桥已经被炸断了。说你看美军机械化部队这炸断了，过不去了。结果志愿军没想到的是，阻击阵地都摆好了，突然发现美军空降，直接空投桥下来。突然间装甲部队从这儿又过去了。咱们哪经历过这些呀？都看傻了。以我在美国看过陆战一师战史，你看陆战一师退到原山港的时候还有1万多人呢，而且装备齐全。我觉得还剩500人，最后追到原山港，依然捡起。美军丢弃的小炮，继续向原山港正在撤退的船上开炮啊，然后继续追击。美军都看傻了，说：“我天哪！说这中国军队确实厉害，这钢铁打造的，最后就剩几百人还敢追我们的，啊！”毛主席也打醒了啊，所以到了第4次战役的时候啊，又占领了汉城。毛主席也说：“这不能再往前打了，
啊，我们不能重蹈覆辙，我们再往前进，我们背后又变成几百公里的这么漫长的运输线，而且我们当时那么多卡车都被炸掉，铁路也被炸掉，铁路当时也归彭德怀管，军队也归彭德怀指挥，金日成气得整天就剩跳脚，啊，金日成本来觉得你跟苏联说的是中国军队来，就相当于西班牙国际纵队。啊，西班牙国际纵队嘛，那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组织国际纵队到西班牙去，当然是归西班牙政府领导了。原来金日成是做的这梦，说你们来了都归我领导。结果大军一进朝鲜，彭德怀说我不受你领导，这个一切都听我的。啊，金日成就打电报给斯大林说：“大哥怎么回事？怎么他来了他不听我的，听他的？”斯大林回电报说：“听他的，听中国同志的。你都打没了，你还不听他的？”最后没办法，只好组成中朝联合指挥部，而且彭德怀是司令，就是朝鲜人民军。开始有些零散的部队从三八线撤回来，撤到中国整补，再进去。刚开始坚决不听志愿军指挥，结果导致人民军跟志愿军还打起来过，因为互相不知道，那个时候没现在这么先进，看着都不知道哪支哪儿的部队，互相也没联络，就两边还开过火，啊，最后都归彭德怀指挥。啊，金日成气得说丧权辱国啊！你们来了这儿，连铁路都归你们指挥了啊！这怎么着？你们要干嘛？彭德怀说：“我们几十万大军，那所有的后勤补给啊、军队后送等等，不归我指挥，归谁指挥啊？当然归我指挥。”然后金日成又给斯大林电报说：“他们要我们的铁路，他们帝国主义者，当然没这么说，他们要我们的铁路啊！他们这中国同志这个不听我的。”斯大林又回封电报说：“铁路也归中国同志指挥。”啊，金日成又没办法了。最后打到汉城，金日成跑到汉城说：“不行，一定要统一朝鲜，然后一定要打到釜山去。”彭德怀坚决不干，说这个绝对不可以。我们知道怎么回事，我们从过了鸭绿江，全军分散行军，因为大部队一行军就被美国飞机炸嘛，全军分散成以连为单位前进，每个人身上能背的枪弹、炮弹加粮食，走到三八线的时候正好吃光，再向前走已经没有补给了。啊，所以那时候李奇微后来当司令之后，李奇微就总结了叫星期攻势，就是志愿军的攻势只能维持1星期，啊，因为所有的弹药、所有的粮食等等等等，全国人民炒面，那时候那炒面也背不了那么多呀，那炒面，那朝鲜已经打成那样了，就地补给什么都没有，朝鲜穷山恶水，啊，所以最后就彭德怀坚决拍桌子瞪眼，还是听说俩人打起来了。总而言之，就不能再往前打了，就这。咱们之前讲战俘上讲过，整个180师因为撤退不及，还被美军全兜了啊！师级干部、团级干部什么，我们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被俘2万多人，其中180师就1万几千人，大部分都是那一个师，所以彭德怀最后还损失了1个师，所以坚决不能再打了。啊，后边咱们都讲过了啊，就其实51年初就已经稳定住了，后边又谈呐，又这那呀，啊，总而言之，打完了以后，我们牺牲了多少人呢？目前。有名有姓的啊，这个真实的报上来的是18万多人，就是牺牲掉的，啊，我们的伤亡比是很大的，就是美军差不多4个伤的1个阵亡的，啊，因为美军的治疗环境好，所以大部分能活下来的，我们比这个差得多，因为我们的整个后勤医疗条件在美军天上都是飞机情况，根本没办法，大部分志愿军伤员都得爬几个小时，最长要爬8个小时才能到后方的医院去。啊，美军是10分钟包扎1小时已经到后方医院，过几个小时就到东京了，去做手术去了。所以美军的死亡比例并不高，我们的阵亡比例是很高的。啊，这个战后统计是14万多人，现在在抗美援朝纪念馆里有没有姓写在上面是18万多人。啊，美军也是，美军战后统计战死3万多人，这也很惊人了啊！而且总司令沃克出车祸，当然他也算是阵亡的前线吧，这个比我们阵亡的最高级的将领还要高。啊，所以美军也是付出很大代价。现在在美军的朝鲜战争纪念碑上，当然每个人有没有姓刻着，结果是54000多人，就双方的统计后来都多了好多，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是中美是一样的，各地民政部门报上来抚恤的人数永远比前线统计出来的阵亡人数要多。啊，就是因为这个，有些别的原因去世了，但是人家说，你看我们也去过朝鲜战场，也负过伤，虽然是因为别的原因去世，能不能给我们评个烈士？民政部门说那就评吧，所以现在是18万多人，美军也一样，有的还是在欧洲去世的，最后人都说，哎呀，这个那也去过趟朝鲜，所以美军也是逐渐的之后，更多的人就都算在朝鲜的，就是咱们叫烈士，他们叫就阵亡吧。啊，所以现在统计下来，美军阵亡5万多人，我们阵亡18万多人。实际上，在前线我们是14万人，美军是3万多人，这都很惊人呐！啊，朝鲜跟韩国这没法统计，这个统计下来200万、几百万，因为这互相之间就差着的。一会儿这个朝鲜向前进，这韩国部队就被俘了，就穿朝鲜军装继续前进，
就跟我们内战的时候一样，这国民党摘了帽徽就成共产党了。所以我们说歼灭蒋军800万，其实是完全各种各样的重复统计下来，可能加起来有800万，但是蒋军最高的时候也就400万人，从来没有800万。但是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解放战争3年歼灭蒋军800万。所以这个韩国、朝鲜这边很难统计。大家看《太极旗飘扬》等等这些电影，这一会儿成这样了，一会儿跑那边去了，一会儿又被歼灭，又被隔在南边的北朝鲜军队，好大量的又加入了韩国军队。所以整个朝鲜半岛付出了最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到今天依然还存在着。咱们讲了隔离区是多么的悲伤，然后1000万离散家属等等，还有未来还要付出代价。就未来统一的时候。大家想想，两德统一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到今天西德的那些人为了统一还在纳税，而且东德并不那么落后，东德是社会主义国家里最发达的，当时东德人口也不是很多，东德1600万人统一的时候，西德可能6、7千万人，就这西德人民为了统一付出的25000亿美金吧，这么庞大的代价到今天。我问过韩国的人，我说你们算没算过西德统一东德都付出了几万亿美元的代价，韩国没有西德那么，西德是6000多万人统一1600万人，付出这么大代价，韩国只5000万人吧，那北朝鲜有2000多万人，而且这差距之大，北朝鲜可远没有东德来的发达。东德好在统一之前虽然社会主义国家，人人都有小汽车朝鲜现在人人都有自行车也做不到，连大米都吃不上饭都吃不上。我问他们，我说你们算没算过这个统一的代价？他们说你为你母亲算账吗？当然这是老一代的老一代说的我还挺感动。可是年轻一代算年轻一代说哇，那我整容的钱就没了那我去当粉丝的钱都没了，我的迷偶像的钱都没了，最后都去养北朝鲜了我不要统一所以这个代价越往后拖越大，最后怎么来解决？而且朝鲜的统一不光是韩国要付出巨大代价，周边的国家都要跟着付出很大的代价到现在你看脱北者也好大量的流亡到东北的也好，那其实已经有很多治安的问题这还是稳定的情况，一旦出现不稳定，不光是韩国付出代价，中国、日本、美国、俄国各大国都会为此付出很大代价。所以朝鲜战争结束了这么多年，到今天为止这个代价还远远没有付完，而且朝鲜战争只签了停战协议，没有签和平协议，所以法理上讲各方还都处在战争状态下。韩国是压根连停战协议都没签，就没签字，中美朝都是签了停战协议，但是没签和平协议所以留在世界上的冷战的伤疤目前还在这里。朝鲜其实一直发展的还可以，应该这么说，朝鲜到80年代的时候都还比中国要强大当然不是总量的强大就生活水平各方面比中国还是要高因为朝鲜虽然有一些党内的斗争，但是没有经过那么大规模的运动反右啦，3年困难时期啦，文革至少没这么折腾。所以到80年代的时候，朝鲜还是比较看不起中国的，虽然找中国要钱要援助这那的，但是他生活的比中国好朝鲜真正的衰落实际上是冷战之后，冷战之后他丧失了所有的优势，因为他原来冷战时期他是很有优势的，大家都得援助他，因为他是冷战前线，冷战前线国家苏联也得帮他，中国也得帮他，那在中苏之间游刃有余，一会儿跟苏联好骂中国，中国修正主义什么这那，经常跟中国掰了好多回一会儿又跟中国又好了，然后又跟苏联又不好了，所以总而言之在中间有的可玩它是张牌但冷战一结束，苏联解体了，这下可要了命了，这个他再也不是张牌了，也没人理他了再也没有人给他援助，因为你不重要，冷战都结束要你干嘛呀？那时候80年代的时候，朝鲜是被大家惯坏了，又送一批米格飞机来我前一阵子看微博特别逗，说到朝鲜去旅游，突然看见一架米格19从眼前飞过，以为穿越了呢50年代的飞机现在在朝鲜还在服役，那时候也是一堆米格机，苏联已经解体了，那时候中国给我修吧来修，就已经免费惯了，就怎么把朝鲜惯的，就是觉得一切找中国就是免费结果那时候都已经80年代了，中国说不行，我这改革开放了，我没法给你免费，我这工厂都承包了，没人接这活人说那不行，毛主席送我们的飞机你这修的时候还要我钱最后我们就是坚定的给拒绝，说我们就是现在不行，我们这国家现在已经市场经济了，你现在不给钱，我想帮你修我也不会修，那些工厂没有人帮你修，那没人给你钱，最后就这样，就像西哈努克在北京大院子一样最后说你就交回来吧，你都回柬埔寨接着当国王去了，说不行，周总理送给我的，周总理不在了，你们就找我把院子要回去。你说这院子周总理送你的，这也不是周总理个人的，这院子是国家的，当然了就得收回来。
那我们也变了，那俄国根本不搭理他了，俄国自己都中间乱得一塌糊涂，都谁还理你是北朝鲜什么？以前的所有援助都变成要钱，所以金日成一直活到1994年。金日成是亲眼目睹了社会主义红遍半个地球，然后亲眼目睹了在朝鲜战场上两个大阵营对决，然后亲眼目睹了社会主义蒸蒸日上，亲眼目睹了社会主义在东欧在苏联完蛋，亲眼目睹了中国最后跟美国建交了，亲眼目睹了中国跟韩国建交了。所以这金日成同志创了一个记录，就是他熬完了7个韩国总统，他还在呢。当然也不是他活得长，因为他太年轻。金日成掌权的时候才30几岁，金日成比李承晚小了37岁，金日成他爸都比李承晚小19岁，所以有时候大家想这历史也挺有意思的啊。说这2代人，秦始皇跟刘邦一想2代人，你看秦始皇嘛，这第一个开国皇帝，刘邦是第2个这个大王朝的开国皇帝，其实刘邦只比秦始皇小1岁，说南北朝鲜说好像这俩人差不多，但是李承晚比金日成大37岁，金日成这么年轻当政，大概只有卡斯特罗能跟他比。所以卡斯特罗一直活到今天，活到看着跟美国又建交了，这事儿太逗了。卡斯特罗还活着呢。这个作为共产党的第1代领导人，金日成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而且金日成有一点可以经常在被窝里笑一会儿，就是这些总统的下场都不好。李承晚就被人民轰走了，被人民唾弃，本来强行认自己当国父，最后也撤销了金九当国父。后来的总统李明博之前的每一个人，贪腐啦，这个还有被刺杀的，朴正熙被刺杀，朴正熙老婆也被刺杀了，然后全斗焕贪腐关监狱，卢泰愚贪腐关监狱，没有一个好下场。我觉得贪腐这件事在亚洲各国是一个顽疾不光是韩国，包括东南亚国家，包括咱们这儿反腐等等等等，可能咱们这个东南亚历史有点长，所以这个东西好像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严重的问题。韩国这个问题是因为民主化了，所以就揭露出来了挨着个都蹲监狱，挨着个关起来。今天南北朝鲜，朴正熙的女儿在韩国当总统，金日成的孙子在北朝鲜当领导人，日本是前首相的外孙子在当日本的首相，中国第1代领导人的孩子呢在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以大家看看这个历史，觉得还是很有意思，今天东亚各国接班的，不管什么政治体制，都是2、3代，说明我们整个亚洲的政治从自古以来就信任这样的家族，就信任这样的这个管理，最后金日成晚年，你想会很惨，因为他亲眼目睹朝鲜从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叫特别发达，跟东德不能比吧，但是比中国还是要这个好得多的这么一个国家。最后变成没人要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也没人理他了，中国也跟韩国建交，中国韩国建交以后，金日成非常的愤怒，专门到军营去视察，手书中国是我们的敌人，然后挂在军营里到金正日时代也一样，实际上从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刚刚结束，中国军队还住在朝鲜呢，一直住到1958年才撤退，朝鲜建的所有的朝鲜战争纪念馆里，就一个字都不提志愿军。到现在在朝鲜的课本里一个字都不提志愿军，中国伤亡数十万人，这个打掉国家半个经济，然后就为你保驾护航，最后保存了你的政权，最后一个字都不提。志愿军陵园也被捣毁过2次，然后金日成只要一生气，就把志愿军陵园给我捣毁了。说志愿军陵园多说一句志愿军陵园里除了志愿军的墓碑以外，当然毛岸英的墓碑也在那里。大家还能看到很多不是志愿军的，就是在朝鲜的华侨参战牺牲了，也在那里面其实最有意思的是，在韩国在朝鲜，他们的第1大少数民族叫汉族，大概有个几万人吧参战的时候也有2万多人参战，反正也牺牲很多，有为北韩参战的，有为南韩参战的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到底值不值呢？这个我没法下判断，大家每个人自己来看吧但是至少从今天来讲，今天已经不是冷战时代了，今天的科技武器也已经不需要这几百公里的战略纵深了当年是不是需要，大家见仁见智吧总而言之，历史就是这样，最后导致了朝鲜半岛的悲剧，以及周围国家随时等着继续为它付出代价。金日成是那种脾气很大的人，这个本来朝鲜人脾气就大，再加上在东北待那么久，东北人脾气也大，经常就整死他，就是来这个。然后68年的时候，有一天因为日韩建交，还是因为日韩怎么着反正总而言之，金日成又生气了这回生气说我要办了你这个朴正熙朴正熙这名字从小我就记得，因为我妈从小给我猜一个谜语叫脸朝东，
说打一个领导人的名字，我说脸朝东就朴正熙呀，因为这朴，北京人管这后边叫朴，脸朝东就朴正熙，于是挑了这31个就最精锐、身经百战的军官，啊，这恨不能是31个连长，当然不是都是连长啊，组成一支敢死队，说你去汉城给我杀了他，啊，这帮还真的就去了，而且还真的就越过了38线。啊，过了38线以后，穿着韩国前线部队的衣服，因为韩国的每个男的都当兵嘛，啊，所以经常有假期啊什么，从前线回来休假的人很多。这31个人居然穿着这个前线野战部队的衣服到了汉城，而且都已经看见青瓦台了，啊，这事儿也就特别巧，我觉得就完全就是电影，比电影巧，电影都不敢这么写。这哥几个身上带着武器到了汉城市中心，青瓦台就在那里的时候，突然间。正好一个巡逻警察，一个派出所长，派出所长当然年轻了，当过兵，所以他能认得出来这野战军的衣服，但是一看这鞋，不是野战军的鞋，穿着黑胶鞋，啊，他马上很警觉，说你们是哪支部队的？这一说他们就紧张，正紧张的时候，正好停一个大轿子车过来，一下停到眼前，北朝鲜这帮军官就认为是已经被发现了，这大轿子车来的就是军队，直接就扔手榴弹了。冲着大轿子车扔手榴弹，冲着这警长把这个派出所长打死了。那派出所长立了大功啊！但这一开枪，不得了，这整个青瓦台周围、汉城的卫戍部队等等全出动了。结果这帮就在这么近的距离就看见青瓦台，最后没能刺杀了朴正熙，然后就一通跑，叫全城清剿、进山围捕，然后拉网搜索，啊，在这种情况下，居然有一个人还逃回去了。最后一个人肠子都打出来了，自己抱着自己肠子越过38线回了北朝鲜，然后还有一个被俘的，其他人都击毙了。结果这最有意思的是被俘的这位后来就入了基督教。之前讲过啊，韩国基督教是恨不得全世界最强大，啊，他入了基督教，成了个牧师，这个也挺有意思的。他原来是共产党特种兵，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必须得这么挑人才能挑他去汉城刺杀嘛，就最忠诚的才可以，啊，结果他成了一个牧师。然后这抱着肠子回到北朝鲜这哥们儿呢，后来成了北朝鲜的大将，这大将后来过了很多年，就因为金大中时代两边好像还缓和过一阵子，离散家属还见过面，还访问过汉城，啊，他成了大将，他成了牧师，这个我觉得历史太有意思了，啊，更有意思的这事儿还没完，这是上集，相当于下集后来拍成电影叫《石尾岛》，朴正熙也是军官出身啊，朴正熙说啊，这好，金日成你给我玩这个，我也给你玩这个。啊，也去死囚犯里去挑了一些敢死队，啊，在石尾岛这个地方训练他们，也是要训练他们去平壤刺杀金日成用，啊，然后残酷的训练，在那儿等恨不得要互相杀，结果训练到最后，突然传来一纸命令说，啊，这个行动取消，就地把这些人都处决。这些人本来也都是死囚犯，本来是说如果你能为国立功，你就去北朝鲜去刺杀去，啊，最后说取消，把他们就地都枪决，结果这消息走漏了，结果。这帮暴动了，这帮是深受训练，好几年的时间训练起来的一帮亡命徒特种兵，杀了教官，杀了看守，从那石尾岛逃出来，最后大家坐着公共汽车冲到了汉城市中心，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然后最后包围在汉城市中心，最后这帮高呼口号，互相开枪拉响手榴弹弦，在汉城市中心最后都自杀了。所以这个民族是全世界大部分民族不太能理解的。啊，而且南北韩之间这个仇恨，这个凶悍，这电影大家可以看看，拍的还挺有意思。我还亲自经历过一件事儿，那时候就每天我也闲来无事，年轻嘛，就每天去打牌，打完牌喝小酒啊，那时候打叫锄大地，我还得过锄大地全国冠军，一个比赛挺有意思。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黄长业，党的总书记啊叛逃了，冲进了韩国大使馆。于是哇，武警部队包围等等等，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已经是很中立了，就是说，那他大使馆是不能冲进去抓人的，就按照国际惯例，就是我们保护这些，就是大使馆就是有这功能，能避难，而且最后成功的黄长业就去了韩国，最后在韩国死的，当然有的说被北朝鲜特工杀的啊，或者怎么着的，反正死在浴缸里了，啊，但是那个时候冲进韩国大使馆，结果导致我们在那看热闹，看得好有意思，觉得就看见各种人爬墙。就是上面恨不得拿砖头打，后来我们说这不是一个原始的冷兵器作战吗？然后武警部队在旁边不管，后来我们说这为什么这在干嘛呢？后来一打听，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啊，反正大家疯传说金正日同志震怒，总书记叛逃了，像震怒，下令在北京的所有间谍，不管潜伏了多久，就一件事，一定要把黄长业
然后就大家开始传各种段子，也不知道真的假的。有人说：“哟，我们单位那金师傅都20多年了，没看出来是北朝鲜间谍啊！突然间就正在厨房做饭，那么好，老实一人，突然拿着菜刀就走了，就去韩国大使馆冲去了。说原来是潜伏在我们食堂里，各种地方都说：哎呦，我们这儿发现一朝鲜间谍，说本来潜伏了很多年，突然间从北京市各个角落冲出来，各种各样的，然后拿着各种冷兵器、菜刀、棍子。我们在旁边看热闹，说这太有意思了。这边爬墙，这边往下推，然后中国的武警部队全都在外边站着看，亲眼目睹了一次。那大概是北朝鲜到今天叛逃的这个那么多脱北者里级别最高的一个。啊，最近我正好录这节目之前，我看新闻又看见宁波一个餐厅的什么10几个服务员，然后又脱北了，叛逃到，他们已经形成一整条线，先从中国，然后到泰国什么地方，菲律宾，然后再到韩国去。